这多少房子，这多少楼房，这是一个镇上的，整个一个镇上的几乎没有人住了。你看楼房，统统是空的，100家个可有1家个住的。你看路修的漂亮的，路灯装的好好的，没人住，整个一个街道都没人住。市场的人全跑哪里去了？大街上的人也看出少来了，商场的人也看出少来了。我现在在东莞，这里很多年之前不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吗？不是叫不夜城吗？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路上的人真的很少。2025年最大的谜团是人去哪儿了，顾客去哪儿了，14亿的人民去哪儿了？我跟你们说哈，我刚刚去吃了个地摊儿，地摊上连人都没有，人了，那商贩比顾客还多呀。然后对呀，然后那个地摊的老板就跟我说说因为最近地摊上没有啥人，人家都回家买菜去了。然后我晚上去菜市场买菜，菜市场的老板告我说，你说啥？告我买菜的人都没有，不知道去哪儿吃了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中国人口变少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。其实早在2年前的冬天，黑龙江的某地村庄就出现了街道空寂的现象。咱们来一起看一下。这农村的人都哪儿去了？这个屯子，3里地的屯子，没看着人。1个人的是孤寡老人，2个人的是老两口，3个人是老两口哄孙子。中国很多博主在无意中都发现了很多的无人村，奇怪的是，这些村子都是空无一人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在那个新疆吐鲁番地区啊，看见一个荒废的村子，看我身后的就是大车都不要了，整个村子都没有人了。感觉这里的人走的都特别匆忙。我们进去看一看他这个屋里边啊，你看什么东西都没着急拿走，对吧？都没来得及拿走。我们进里边看一看啊，这还有很多生活用品，看一看啊，你看锅碗瓢盆，还有炉子，这边还有，就是有点黑。屋子里还有电视，还有沙发，还有好多生活用品都没拿走。不行，我不敢待了，兄弟们，我得出去了。外面有好几辆这种大车，全不要了，弃车而走了。你这个车门子都没关，明显是很明显不是到报废的状态，但是人已经走了。这还有一个，这个村子不算很大，但是有很多东西都没拿走。有谁知道这块到底怎么回事？周末爬山，无意间进入了深山的无人村，屋里物件保存得非常完整，有种穿越到80、90年代的错觉。记录生活场景的相册也被保留在这里，屋里的东西还挺整齐呢，这缝纫机太有年代感了。村子的环境还是挺好的，人类消失后的场景。今天来到一个无人村啊，空心村啊，看一下，这些地方都是没有人家在住的，环境很安静啊，搞得很漂亮，还是没人住，都不是空的。小村庄啊，看一下，都是空心村。这些无人村从南到北都有，遍布了中国多个省份，包括江西、广西、广州、福建、辽宁、黑龙江与吉林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等地。这就是湖泊农村的现状，涉猎到哪个村子的栈道，你路上啊是一个人都看不到的。要是那个走路走快的，不小心踩你打到的，都没得人来扶。现在的农村越来越没有人住了，多好的药墩儿，没有人住。院子里面的枣树结满了枣，多好的枣，多大的狗头枣，没有人来摘，也没有人吃。这个无人村被我找到了，大白天过来这个地方看着都好瘆人呐。这一片房子全都被废弃了，甚至在拖这个渣土啊，在封路啊，不让人靠近这个村子。一整片全部都是啊，这一整片全部都是，包括那边也是的，就是好像这应该是一整个村子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这个叫做四明村的村庄看起来是很漂亮的，楼房看起来呢也是很新，但是却没有人居住。这个房间里面啊，已经特别乱了。这么大一个村子，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了。那么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多了，快6点了。没有人的村子呢，到晚上的时候可能稍微会有一点那种
阴森可怕的那种气氛。这个村子呢，其实还挺大的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广场，这边呢还有一个桥啊，因为他们这个村子里面好多条河，这个桥的名字叫四明桥。这么大的一个村子，荒无一人啊，只能听见鸟叫声，真的感觉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样。这个无人村的规模很大，建筑风格也很西化，但里面却没有人居住。而且有些无人村的房屋里面，衣柜里的衣服和房间里的家庭用品都摆放得非常好，根本不像是搬迁。为此呢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，生活物资都在，人全部消失了。衣服是对自己很重要的，可是对别人是不值钱的东西。留衣服下来又没整理，代表人走得很仓皇。怎么觉得是突然被拉进了什么集中营，才都来不及收拾呢？而且还看起来被打劫过，才会有好多抽屉都是开开的。看村子不像搬迁，很像是一夜之间人被消灭掉，东西都还在，都没带走，想想真的是很可怕。就是在疫情期间，全村封村，然后全部的人都被带去了方舱集中营，最后全部挂掉。也有人表示心酸，不想太说，大家都懂的，默哀，我为同胞默哀。有台湾网友说，3年疫情，中国死亡可能是数亿，都市都没有人，乡村没人，现今人口可能是不到10亿了。这种国家还急着和他统一，一旦党看你不顺眼，改天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了。新疆无人村的视频不由得让人想起了2022年11月17号的一段网络视频。X 平台网友事事关心说，新疆大白上门给快饿死的人做核酸，而不是送饭。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百姓在疫情期间遭受着怎样触目惊心的对待。农村人口少，城市里人也是很少。一个小伙子说出自己的感受：你们发现没有，现在好像哪里都没啥人了。你要说现在大家都富有了，都搬到城里去了吧？那我之前在武汉的时候，看着那些商场、步行街也没有多少人逛啊。我记得小时候跟我妈去汉川欢乐街买衣服的时候，那些商场啊、小吃街可都是人挤人，热闹非凡啊。所以你说现在这人都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感觉今年郑州的人越来越少了？这都7月份了，地铁里面没有人，商场里面没有人，感觉整个城市都冷清了不少。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广州的人啊，一下变少了好多？以前的话，在广州人山人海，走都走不动。现在呢，你看一下，街上几乎没有人，商场也没有人，我是觉得好奇怪。厦门现在的情况说出来真的有点吓人，500多万的人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街上突然人少了好多，就跟凭空消失似的。现在出门坐公交不挤了，早晚高峰都不堵车了。这是到东莞市的市中心都没人了，兄弟们。哦，哪里有人了，兄弟们？东莞市的市中心的大街上都没人了，现在是晚上8点多钟了。现在是下午1点钟，大家可以看看啊，此时此刻街道上面一个人都没有。中国有时代也人苦，我都是不大相信的。看看人都跑哪去了？看这上海的公交车上面一个人都没有，我的乖乖，在路上也没人。你看人呢，这天天这多少人，这一个人都没有了。让你们看看这上海空房子有多少。都是出租，人呢都没人。高铁上人也是少得可怜。所以上海虹桥 station。一个人，这是有什么？我的天哪！哎，前面那个车多点。妈呀，这西安北站简直是空城，我还担心要排队啊什么什么的，结果呢一个人都没有。我要在20A 这儿检票，我就一路狂跑，我害怕
赶不上了，结果居然是这样，一个人都没有，真的就我一个人，包场了吗？除了工作人员，整个站台就我一个人。而且日常小买卖的主顾也是少了很多。街上冷冷清清的，整条街一个人都没有，太可怕了。我刚买这个馒头，我就问那个阿姨，我说你们的馒头生意怎么样？她说现在人不知道为啥了就看不到了，生意比原来差了好多。我就刷到深圳的一个姐妹也说，就连深圳那种大城市哦，都说出个门到处都冷冷清清的。你像我是在贵阳，我说实话的，我现在走到哪一条街，我真的是感觉人好像突然间就消失了。我都想拍一个系列叫做《人去哪里了》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城市人有没有少。你说我们实体店，说实话的，不是什么，不是我们的货品不好，也不是什么，也不是我们的服务不够好，而是人根本就没有，人没有怎么办？城市人流少了，农村人更少了，那么人都去哪儿了呢？有人说出自己的直观感受。你说我们小时候，对吧？中国人口还不到13亿人，但是呢，你感觉哪儿都是人，街道上晚上遛弯的，是吧？早上晨跑的，吃饭的，各方各面。但是现在中国人口超过14亿人了，你看这个哪儿都没人，对吧？乡镇没人，乡村没人啊，城市也没人，就连曾经这个繁华的这个北上广深也到处都是什么旺铺转让，也是没什么人。那你们说这个人他都去哪儿了呢？你看看14亿人口的中国，1000多万人口的东莞，街上没人，店里面没客，人都去哪里了？街上没人，但医院里可是人挤人。这是济南市的山东省立医院的真实场景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几年中国的疫情一直都没断，各地医院挤满了来看病的人，很多年轻人也纷纷染疫去世。感觉今年去世的人真的是多，是我的感觉吗？还是說就是今年走的人比較多，死亡率特別高呢？一名廣州殯葬人說出了駭人聽聞的事實。大家好，我係廣州嘅陳師傅。點解而家猝死嘅案例越嚟越年輕化？點解而家咁多嘅年輕人年紀輕輕就離開咗人世呢？一名殡葬業工作者也披露了真實的情況。今年送走的80後和90後是越來越多。今天為什麼要再看一眼這個數據？前段時間又送走一個突然走掉的一個年輕人，好好的突然就沒了。不看數據不知道，我一翻這個服務記錄，我們都有那服務記錄，好多80後和90後。我也不知道為啥。因為新冠病毒在中國一直在變異，但中共當局卻一直在隱瞞真相。近日，據中國大陸醫生博主披露，中國猝死的人越來越多了。中國醫生博主指出，為什麼現在得心梗、腦梗的人這麼多，而且還越來越年輕？有博主表示，猝死的人也不少，很多40來歲的人血管年齡就像70歲。我們來舉例說，今年的7月13號，陝西寶雞知名的網紅郭建峰突然間去世，年僅41歲。7月7號，59歲知名作家傅國勇突發心梗去世。7月4號，45歲蘭州監獄一級警長田宇在工作期間突然間猝死。6月18號，51歲知名相聲演員吳迪突然間去世。今年6月，安徽合肥某醫院的員工王先生向海外的中文媒體披露說，我知道我周圍就有幾個得了白肺的了，醫院有時找不到床位，周圍好幾個人都已經走了，有的年紀輕輕的20-30歲的人都有，殯儀館要排隊，這幾年一直都是這樣。浙江民眾馬先生表示，新冠現在也是蠻嚴重的，醫院一直有很多人住院，現在我身邊40來歲的30多歲的猝死的年輕人有很多呀。有醫療背景的旅美式兵人唐金遠認為，按照歷年慣常的疫情爆發的流行，往往都是冬季是最高峰，一旦進入夏季，溫度上升的時候，它就會明顯下降了。但今年其實有點反過來了。在這個背景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出現了新的毒株，可能這種新的毒株，它的生化特性，它流行傳播的特性，跟過去的毒株是有點不一樣了。
近日，广东又爆发了新的鸡孔啃鸭热疫情，但中共当局却一直掩盖消息，直到是瞒不住了，才告知民众。然而又派警察强行抓捕鸡孔啃鸭热患者送到医院去隔离，而且还患者自己出钱，甚至呢有已经痊愈的患者也被强制带走住院。这种种操作的背后，是中共对中国人毫无一丝一毫的仁爱之心、关爱之心。这几年来，中国染疫死亡的人数一直都被中共严密的封锁，但中国百姓从身边亲朋的离世，从街道、商场人潮的锐减，从大量的无人村、无人镇的被发现，也能够思考出中共隐瞒真相的事实，以及背后的邪恶的用心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